看，嘿，大头。哎呀，现在在路上，马上到了啊，到了宠物医院了。啊，给他看一看，到底是什么问题？你好，帮我看一下这个猫能不能救了。放哪里？就先放在我先登记。先。宠物叫什么名字？啊？宠物叫什么名字？大头，捡到的，我随便。人家帮他起了个名字。猫是吧？猫。什么品种？蓝猫，蓝猫。给它称一下，看看它多重，把箱子放上去。把地址先，没箱子。大头啊，尽量救你啊！啊，希望你能坚强一点啊。这个具体什么情况，我们也不太清楚，但是可以说的呢是病情严重。第一个治疗的话需要检查一下，要做什么检查呢？第一个做一个血常规炎症，看看它感染的严重程度；第二个要做一个生化，看看它内脏有没有问题。行，对这个问题。猫瘟呢？猫瘟应该。猫瘟的话也可以检测，猫瘟是66块钱，但是一般猫瘟的话，像这种疾病对于成年猫来说，相对小一点，相对少一点。如果说你想检查排除一下，也可以。猫瘟应该没有，猫瘟不是拉稀吗？对，拉稀。它不拉稀。你帮我看一下那个，先检查其他的那个吧。所以说现在它第一个需要考虑的第一个就是看有没有内伤。对，刚刚我说的血常规炎症，看看它感染的严重程度。第二个生化，看看它内脏有没有问题。第三个就是它脱水严重，你看干巴巴的脱水严重，哪个离子的失衡，所以说需要给它做血常规炎症加生化还有血气，就是说这方面的一个检测。你做吧。对，然后猫瘟的话，其实后面。我个人再说吧，对，后面再考虑。对，先把这个前面两个做。对，前面几个是比较严重的一个。行。对，所以这种情况，但是也是需要一些费用。血常规炎症可能要个大概多少钱？500-600块钱左右要的。600，我看一下血常规50，炎症90，再加生化400块钱，500多块钱，再加血气150块钱，就是这么多。这有没有什么优惠啊？充1000块钱可以打9折，现在。那后续的治疗，然后是猫扔在这里治疗是吧？也可以考虑住院，也可以到时候。住院的话是什么费用？住院的话多60块钱1天，多住院费。对。行，你先看吧，看一下是什么情况。先看吧。能用尽量花最少的钱把它救活最好。因为这个也是。也可能。黏巴巴的在路上捡到的。它这个是北方的猫，北方的，它是东北那边的。挺虚弱的，它这个它虚弱就是脱水了嘛。脱水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内脏是不是有问题？虚弱的这种代谢很差的话，很容易会死掉，哪怕在治疗的过程中，它很容易会死掉。它也没办法说保证是100%的。对。行吧，先看一下检查吧。需要输液，它。身体太虚了。是体重4公斤。根据体重来配它的药液。它现在是4公斤嘛？对。然后你药液也配4公斤。对，4公斤。听天由命吧，能救就救吧。反过来。不是。你抱，我来。你抱。它这个头不是在这吗？这个样子放，这个样子头不就在这里吗？头这个样子一放，不就好了吗？这样子不就好了吗？不就这么吗？然后再给它。我要帮你还拿去看。好。好，就等我可以给它盖上。好。把那个热水袋拿过来，对。可能是在没那么烫。
棉球要吗？他那个腿一直动啊动啊，可以关吗？可以。啊。在这儿。都好了吧？好了。是呀。是这样吧？走，头里。好，放这里是。哎。第一个给他做了一个炎症，他的一个白细胞不算特别高，炎症相对有点高，炎症正常的是小于2，他是90几的炎症，也就是说他感染的比较严重，但是败血症应该相对还不是没有，只是暂时性应该相对还好，对，相对还好。第二个主要是给他测的一个是生化看他的一个内脏的一个问题，第一个问题低蛋白血症。白蛋白相对低，但是低的话也不是特别低。第二个问题就是它的一个肝功能的一个问题，丙胺三氨基转氨酶和天冬胺三氨基转氨酶都比较高，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谷丙谷草对它的肝功能是损伤的，也就是说它有肝炎的一个有肝炎啊？对，它有肝炎的一个严重吗？肝炎100多和200到600多也是中等偏上的。对这个是可以吃保肝药、输保肝液，这个是可以治疗的。对，如果是慢性的肝炎，就相对比较严重了。对，慢性肝炎就要长久吃药，这种的就麻烦了。但一般情况下都是急性的肝炎，所以说我们先治疗一段时间，看看它的一个恢复情况。第三个一个问题就是它的一个肌酸激酶比较高，因为被咬伤了，它的一个肌肉损伤的比较严重，这个也能理解。对，这个也能理解，也能正常的啊。第四个给它甘油三酯比较高，甘油三酯说明它消化功能不是特别好，就肠胃对，就是胆汁消化功能这一块不是特别好。它流浪过的嘛？对，第三个呢就是它血糖比较低，低血糖，所以出现刚刚它这样血太少了吧？是不是？这个是跟血没关系啊。跟血没关系，是血糖是什么意思呢？血液中的葡萄糖含量，对，葡萄糖的含量太少了，相对来说应该还好就一点。所以我刚刚就是立马给他进推了葡萄糖。葡萄糖一推就不错了。对，因为他低血糖比较严重。相对来说大问题没有了。他低血糖比较严重，挂水应该就没问题。低血糖比较严重，所以我们给他就是给他做了一个那个输高糖，包括营养。我刚开始跟你说的呢，我说要给他输营养的目的，也就是说它里面会给他加一些高糖，因为它加一些营养、加一些能量了之后，它慢慢的也会恢复。你说要输消炎，肯定要输消炎，但是可以要有个主次之分，先保命都没了，你输再多消炎都没用。对。所以我们就是给他输了一些葡萄糖，先补充它的能量输好了之后，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一个无机磷，这个是肾脏的一个指标，还有一个尿素氮呢，尿素氮这个有肾病吗？啊，对，肾功能啊，对，也就是说它的一个药物正常把它控制下。也就是说它的一个怎么意思呢？肝炎肾简单一点，能不能救还是有机会救的，肯定有机会，能救是吧？救还是有机会救的，大概花费就，但是它的一个代价可能要高一点，我估计要个2-3千块钱，我估计要的。2-3千。对，2-3千。控制到最低。能不能控制在2000？2000我估计控制不住，得看它周期。还有一个情况，它那个烂的这个，我到现在都没有处理。我现在先保命，我估计我明天要给它做清创。对，我估计明天要给他做清创，他这边烂的里面脓，我看看脓，第一个要给他清理出来，第二个要给他用消毒水冲洗，要给他那个，对，要清创，你不清创，它脓一直在里面也不行，甚至有可能，比如说它脓烂的很深，那我可能还要他那个腿也不知道怎么的，
我看到有个眼子，我估计是有的。有的是有的。对，我跟你说，就是我们能第一个要给他就是输保肝药，而且要吃保肝药。第三个要吃肾脏的药，要给他挂水这一块。所以说我保守估计要2-3年，但是我估计可能还不止。还不止啊？对，我估计可能还不止，因为他这个问题取决于他治疗的周期。正常情况下要那个叫1周1个星期，正常情况下。就比如说像你们今天的一个检查，不谈输液的话，今天的检查就已经好几百块钱了，对吧？你这个如果说你抛开这个的检查的话，都已经好几百了。对。然后你这个叫清创，我到时候看一下，如果能那个的话，我就不手术的话，我就不做。反正能给它清理干净，我们尽可能的给它清理干净。不做手术就不做手术，尽量控制一下成本。对，这个你放心。行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这一块，它主要肾脏这一块和肝脏这一块都有损伤。它不是说就单纯的炎症感染。它是慢性的还是急性的？一般情况下，它这么大年龄，一般情况下是急性的。如果是慢性的，那我们只能治疗1个星期。它如果活不过来，那你就长久吃药了，这种的就很麻烦。一般情况下，我们遇到的，因为他毕竟3-4岁。如果说13-14岁，那这种呢，他出现这样的症状，那九死一生。就是他现在的情况虽然比较严重，但是有救的可能性，并不是说我们肯定能给他治好，但是有救的一个可能性。他肝炎和肾脏，我们都有相对应的一个药物，包括他低血糖抽搐的一个情况，我们都有相对的药物和一个治疗的方案，对，都可以。然后就是他那个烂的情况，我现在还没有办法去看，我只是挤了一下是有脓流出来，但是他的一个严重程度，我得进一步，明天的话我们进一步给他清理干净，先保命。第一步是先保命，我们把这个命先保住，然后明天的话要给他把这边的毛全都剃掉，然后伤口还要看，还要冲洗，还要消毒。冲洗了之后，我才看他的一个内部情况是怎么样子。行，先救吧，不管了。行，那我们先去吧。对，它可喜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它的一个感染不是特别高，因为败血症像我们之前那个白细胞40-50，还遇到一个白细胞100多，这种呢就非常严重。有一个子宫蓄脓的白细胞100多，然后从别人转院过来的，我在前4天都不吃，然后全都肠胃，然后低温代谢很差，但是后面都缓过来，还挺不错的。对，你们这个白细胞不高，但是它有一定的风险，是什么风险啊？因为白细胞降低不是特别低，它只有6.0几。因为6.0几这种呢，因为我们没测猫瘟，猫瘟又叫泛白细胞减少症，就是它的猫瘟会导致它的一个白细胞降低。测一下吗？我们暂时先不测，因为也考虑第二个，因为它如果说有症状，因为病毒的话，它病毒含量比较高的话，那我们测肯定是能测出来。因为它没有症状，然后猫瘟的症状很明显的。对，猫瘟有呕吐、有拉稀，然后有高热的症状。我们现在因为你也不知道它的情况，我也不知道它的情况，我们能审先考虑审这一块。对，我先观察它的一个症状，它是否。我带黑走了。哎，稍微等一下啊，好，稍微等一下，然后我们先观察它的一个症状，先保命。然后它如果说出现有呕吐、有拉稀、有这样类似的症状之后，然后我们再考虑给它检测一下。对，这种的安全性可能更高一点。对，好，行吧，先这样。行，充值呗。对，那你们就是先充个2000块钱押金，我们就放到楼上住院部，然后我们就每天会发到一个群信息，会建一个群，每天告诉你他在这边情况，包括我们处理伤口也会跟你说。对，然后有什么疑问你可以打电话给我们。行，说都可以。行。好的。充值有优惠吗？充值打9折。充2000吗？我直接扫出来。对。尽量救他吧。行。没办法，对吧？麻烦你们啊。没事。行了，1分钟就行了。眼睑内翻也比较严重。大头，嘿，有没有睡着呢？啊，眼睛要动了。啊，眼睁开了，他真的真的给他来亏了。把这花也跟你看我那么好搞了。那肯定。
但连流跟不是吧？补上来。它的话，你要从早上一般都要输到下午，这样才能输完。行，麻烦你们了。没事。行，那我也撤退了。可以。接下来就交给你们了。OK， 反正我们有情况有群，会及时跟行，好的。嗯接下来的视频就麻烦你们帮我。帮你拍了，我们行，拍给你吧。但是如果你觉得不合适，你要跟我们讲。行，我知道，放心好了啊。好。哎呀，走了，我们也回家了啊。